为了复仇，女人改头换面来到闺蜜家，是要将她带入地狱。杏和子曾有个幸福的3口之家，凶器上印着父亲的指纹，还有一具身中数刀的同事尸体倒在血泊中。媒体疯狂报道，给杏和子父亲贴上杀人后自杀的标签。母女俩的哭诉在证据链前毫无作用。杏和子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，还要面对社会的异样眼光和无声指责。她的世界在霸凌者的笑声中崩塌，卫生间成了她唯一的避难所。即便如此，仍逃不过霸凌者的羞辱。课桌上写满污言秽语，直到丽奈出现，杏和子的黑暗人生才重现一丝光明。她感激丽奈，相信自己的父亲，两人成了形影不离的好友。当有女生想用红墨水羞辱杏和子时，丽奈挡在前面抢过水桶，女同学们吓得尖叫，丽奈却若无其事，对杏和子露出天使般的笑容。杏和子不知道的是，丽奈天使般的笑容下隐藏着充满妒忌的变态心理。为阻止喜欢的男生接近杏和子，她谎称对方是渣男，只因钢琴老师说她弹琴没感情，丽奈便起了杀心。这天她突然约杏和子放学后到钢琴教室见面。杏和子一到教室就看见满身是血的丽奈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便被丽奈一脚踢倒。杏和子刚想拿手机报警，不用担心，动手的人是杏和子前辈。看着倒地的杏和子，丽奈露出得意的笑容，说父女俩反应一模一样。这些话让杏和子立刻想到父亲，他质问丽奈是否和父亲的案子有关。丽奈没回答，露出天使般的笑容，接着上前又给杏和子补了一刀，然后他把剪刀拔出来放在杏和子手中，最后兴奋地点燃了教室。很快，杏和子被当成杀了老师后畏罪自杀的高中生杀人犯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杏和子其实没死，他怀着对丽奈的仇恨活了下来。14年后，他改头换面，化名菊莎，向丽奈发起复仇。此时的丽奈已是网红钢琴家，还结婚生子，当上了新手妈妈。菊莎来到丽奈家应聘育儿保姆，丽奈完全认不出眼前的人就是曾经的杏和子。菊莎的简历很完美，丽奈对此很满意，但菊莎漂亮的脸蛋让她有些不安。于是她以菊莎只有2年半工作经验为由婉拒了她。就在这时，孩子突然大哭，丽奈怎么哄都没用。菊莎上前查看，发现孩子食物过敏，她立刻联系了一个认识的儿科专家。晚上，丽奈把这事告诉了丈夫，这个丈夫正是当初追求杏和子的阿成。他觉得能发现孩子过敏的保姆很厉害，说明业务能力可靠。丽奈听了丈夫的话，虽然有些犹豫，但还是连记了菊莎，聘用了她。如今杏和子改头换面，化名菊莎来到丽奈家做保姆，是要对她进行地狱般的报复。而这条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丽奈的父亲黑川。为了找到线索，菊莎趁丽奈外出时翻遍了整个屋子，不料被黑川撞见。事后他谎称自己是在找婴儿用品，但黑川不信，他提醒女儿要小心防范。丽奈对此没多说什么，只是一边修剪花朵一边笑着说要是碍事切断便好。看着丽奈露出的微笑，作为父亲的黑川竟然也露出了害怕的表情。回到家的菊莎联系了合作伙伴，两人共同讨论了搜索房子的事。菊莎不仅没有找到相关证据，还在途中被黑川发现。虽然用借口搪塞过去，但事后丽奈还是在家里安装了实时监控。于是菊莎改变了计划，打算从黑川那里着手寻找线索。第二天，菊莎趁黑川上课时偷偷潜入了他的办公室，一进门便开始疯狂翻找，完全不考虑事后还原现场，就连保险柜都被他暴力打开。柜子里有很多资料，最显眼的是一份丽奈10岁时的精神诊断书和一张脑部 CT 片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黑川写了好几本研究日志，而里面竟然详细记录了丽奈的精神状态。就在菊莎目瞪口呆之际，外面传来了黑川的声音，他立刻躲了起来。当黑川走进办公室后，立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菊莎从一旁走出，镜头一转，黑川已被菊莎绑住，刚醒就开始威胁菊莎。但菊莎不吃这套，作为被丽奈害得家破人亡的可怜人，菊莎先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，接着将一桶汽油倒在黑川身上，逼他说出丽奈的作案经过。黑川本想狡辩，可菊莎一点燃打火机，他立马慌了。在死亡威胁下，他毫不犹豫供出了丽奈的罪行。当菊莎问起丽奈的杀人动机时，黑川却沉默了，坦言自己也不清楚，这些年来他也被丽奈杀人的样子折磨得不轻。菊莎愤怒地说，
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别在他面前装无辜。跟他比，黑川只是个杀人犯的父亲和共犯，他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虽然拿到了黑川的供述录音，但菊莎不想直接交给警察。对他来说，最好的复仇是毁掉丽奈最重要的东西。而在菊莎眼里，孩子就是丽奈最珍惜的宝贝。女人改头换面当保姆，潜入闺蜜家复仇，本想杀掉闺蜜的孩子，让她尝尝痛苦，但看着几个月大的孩子，她下不了手。更糟的是，她差点被闺蜜的老公认出，两人曾是初恋。如今阿成却成了闺蜜的丈夫。丽奈发现阿成一直盯着菊莎，心里有些不快。他假装客气地请菊莎吃饭，实则是为了秀恩爱。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，菊莎想起了过去，那时父亲还在，他们一家三口也曾这样温馨的吃饭。想到这，他心里一阵刺痛，对丽奈的仇恨更深了。其实菊莎已从黑川那里拿到了丽奈的犯罪证据，但他不想轻易把丽奈送进监狱。对他来说，只有将丽奈送进地狱才能解恨。小伙伴提议，趁丽奈出差时复仇。第二天，菊莎偷偷移动绿植挡监控，本想一不做二不休杀掉丽奈的孩子，可看着几个月大的孩子，他下不了手。就在这时，丽奈打来电话，原来他通过监控发现了遮挡物，菊莎只能暂时放弃计划。而丽奈这边刚看完监控，就被助理告知她的不当言论被传到了社交网站，但我绝对不会用就是了。丽奈顿时杀意再起，虽然不知是谁偷拍了视频，但这并不影响她杀人的欲望。为了缓解心中的不快，她再次举起镰刀，杀害了无辜的流浪汉。丽奈很快想到了破局之法，她在网上开了直播，先对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，之后谎称自己误信传言才会说那些话。实际上产品没问题，自己也一直在用，再加上水军的推波助澜，风向立马转变。不仅网友原谅了她，化妆品公司也撤诉，和她恢复了合作。丽奈和闺蜜们激动地抱在一起，一旁的菊莎看着这群虚伪的塑料闺蜜，内心冰冷，但面对丽奈时又不得不装作开心的样子。等丽奈出门后，菊莎先是用提前准备好的录像替换了监控，之后抱着孩子来到卫生间，本想一不做二不休的溺死孩子，可到了下手的时候，菊莎再次犹豫了，良知让她根本无法痛下杀手。丽奈恢复工作后很开心，她来到阿成的花店，想让老公早点下班回家为自己庆祝。不料临下班前，阿成再次接到订单，根本走不开。丽奈回到家里，心情郁闷。当她听到孩子哭闹声后，不仅没有上前安抚，反而内心杀意再起，开始疯狂剁菜。楼上的菊莎听到声音后，立马查看了监控，只见丽奈正提着刀，她立刻跑下楼，好在阿成打电话来，这才让孩子躲过一劫。一旁的菊莎吓出一身冷汗。都说虎毒不食子，丽奈狠起来连自己的孩子都想杀。回到家，菊莎跟盟友说起这事，他们都觉得丽奈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孩子，他们得重新找找丽奈的弱点。盟友疑惑，丽奈之前下手从不手软，这次为啥对孩子一直没动作？菊莎觉得丽奈可能是怕孩子出事，自己这个妈会被怪罪。这时盟友突然提醒，现在情况不一样，丽奈完全可以把锅甩给菊莎。果然第二天，丽奈弹琴时，孩子的哭声又让她烦躁，她准备把孩子摔死，伪装成意外。门铃突然响了，丽奈心想正好能嫁祸菊莎，又露出坏笑。趁着菊莎去熨衣服不在，她偷偷靠近孩子，拿起熨斗，眼看孩子要出事，菊莎赶过来及时拦住了。没得逞的丽奈接了个电话就出门了。菊莎趁机在家里翻找，想找出丽奈最在乎的东西，可找半天发现钱和名声都不是丽奈最看重的。直到阿成回家，看着父女俩其乐融融，菊莎突然对阿成起了疑心，丽奈最在乎的会不会是他呢？接下来的日子，菊莎开始暗中观察丽奈，发现她特别依赖阿成，总是想黏着他，平时对孩子会不会翻身毫不在意。可阿成一回家，她还是第一时间把这事儿告诉老公。阿成出门推着孩子被撞时，丽奈第一时间关心的也是阿成，对孩子的安危却毫不关心。这一刻，菊莎终于确定，丽奈真正在乎的只有阿成。于是她和盟友开始策划新计划。盟友觉得直接杀了阿成最痛快，但菊莎觉得让阿成看清丽奈的真面目，然后离婚才是最好的复仇。这天，丽奈拿到新的合作，和闺蜜们办了家庭聚会，志美送了丽奈几条金鱼当礼物。菊莎看到金鱼突然有了主意，她悄悄找到志美，提议给丽奈办个惊喜派对。志美觉得这主意不错，菊莎马上让她去问问阿成。志美兴奋地把计划告诉阿成，
两人聊得热火朝天。这一幕正好被丽奈看到，她的手指又不自觉地动起来。趁志美去洗手间，她故意拦住了他。丽奈问他和阿成聊啥，志美说是订花的事。刚好阿成路过，知道丽奈起疑后，赶紧帮忙圆了谎。丽奈表面上信了。等人都走了，她心里的杀意又冒出来，把志美送的金鱼全放进榨汁机，机器一开，偷拍的菊莎差点吐了。第二天，菊莎去阿成的花店，把偷拍视频给他看，想让他看清丽奈，结果阿成却很冷静，直接把菊莎解雇了。菊莎惊呆了，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只是想揭发丽奈，却被阿成炒了鱿鱼。阿成说他了解丽奈，他这么做是因为工作压力大，虽然不对，但他早就知道丽奈这性格，才和他结婚。听完这话，菊莎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没想到阿成这么护着丽奈。盟友建议菊莎曝光身份，还有丽奈对她的事，但菊莎觉得别人未必会信。第二天，菊莎拦住下班的阿成，为昨天的事道了歉。她解释说，自己对丽奈的事一直觉得震惊又不解。听完阿成的话，才明白丽奈的痛苦比自己想的大多了。菊莎递上一束洋甘菊，表示歉意，说她也想像阿成一样支持丽奈。阿成被菊莎打动，同意她继续当育儿保姆。回去路上，看到路边的高中情侣，菊莎想起过去，那时爸爸还没出事，阿成和自己刚认识，彼此都有好感。可命运弄人，曾经的恋人成了仇人的老公。隔天，菊莎按计划去阿成的花店，这次是商量丽奈生日派对的礼物。虽然没待多久，但身上沾了花香。菊莎说她带孩子去公园，所以有花味，但丽奈不信。周末丽奈想一家三口出去散步，阿成却说花店有订单，要留在店里打包。说完就出门了。到花店后，阿成关上门，和菊莎在里面商量要买的东西。聊了几句后，阿成突然看到窗外的丽奈，赶紧让菊莎藏起来。丽奈推着孩子进了花店，说担心晚上下雨，特地来送伞。他在店里转了一圈，等他走后，阿成和菊莎出门买东西，一直挑到晚上。回去路上，两人聊起喜欢的推理小说。菊莎想起高中时的共同爱好，就按自己的喜好给阿成推荐了几本书。与此同时，丽奈又来到花店，看到紧闭的店门，听到孩子的哭声，她露出标志性的邪恶笑容。隔天，丽奈故意问菊莎昨天去哪儿了，菊莎说没出门，但很快谎言就被戳穿了。菊莎上厕所时，丽奈看到她手机有消息，一看是阿成发的。这一刻，丽奈对菊莎的杀心再也憋不住了，她拿起餐刀，一步步走向菊莎。看着丽奈，菊莎好像又回到14年前，浑身止不住的发抖。就在丽奈要举刀的时候，阿成他们突然出现了，看到众人前来庆生，丽奈装作惊喜的样子，扔下手中的餐刀，迎接为自己准备的惊喜。菊莎看着地上的餐刀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当丽奈听说这一切都是菊莎组的局后，她立马喜笑颜开地进行了道谢。然而转头，却看到菊莎和老公在一旁有说有笑。丽奈本来就觉得两人之间有点可疑，看到这一幕心里更是焦躁不安。为此，丽奈找到黑川要求调查菊莎，殊不知老父亲早已被对方拿捏。菊莎从黑川那里得知，阿成和丽奈从小便相识，阿成的母亲在他10岁的时候遭人杀害，凶手至今没有抓到。得知这一消息的菊莎很是意外，她刚想继续问些什么，黑川却慌张起身离开，这不得不让菊莎对此产生怀疑。回去后，她将此事告诉了盟友，对方也觉得甚是可疑。丽奈因为马上要出差了，她好怕自己不在的时候，菊莎会抢走她的老公。闺蜜舒里亚给她出了个主意，可以在家里多安装几个监控。同时，舒里亚还热心地表示，只要丽奈有需要，她一定会帮忙。丽奈一脸假笑，表示感谢。第二天，她就安心地离家出差了。菊莎看着她离开，才来到家里上班。盟友在电话里提醒菊莎，一定要趁丽奈不在家的机会，完全取得阿成的信任，哪怕自曝身份也要将其拿下。菊莎信誓旦旦地答应下来，她和往常一样细心地照顾孩子。恰好这天是孩子的200天纪念日，菊莎热情地帮阿成和孩子在院子里拍视频，三人同框的画面和谐到像是一家3口。丽奈中途休息时就迫不及待地看监控，然而监控里只能看到1楼大厅。丽奈看到空荡荡的大厅大小，顿时警铃大作。晚上，丽奈趁着休息时间给阿成打去了电话，表面是询问孩子的事情，实际却是通知阿成明天安排了工作人员将监控送货上门。挂完电话后，丽奈又联系了黑川，想要了解菊莎的情况，可惜盟友对黑川盯得很紧，让他根本无法传递相关消息。很快监控便被送到家里并且安装好，丽奈迫不及待地拿起手机查看，结果意外看到菊莎坐在她的钢琴前弹琴，弹的还是高中时杏和子最爱的曲子，琴声直接唤起了阿成往昔的记忆。同时这一幕也让丽奈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一度怀疑是茶和子附身。丽奈嘴上说着不可能，可却时刻都在关注家里的监控，
看到菊莎和阿成在厨房里做饭，丽奈终于还是坐不住了，她立马吩咐舒里亚去家里帮她监视阿成和菊莎。舒里亚接到通知，马上就出发了。不知情的阿成和菊莎还在厨房忙碌。阿成往锅里倒入红酒，火苗瞬间就窜了起来。菊莎看到火，立刻产生了应急反应。醒来后，阿成要求打电话给菊莎家里人来接她，菊莎却说她没有家人。阿成顿时愣住，因为他在10岁时就失去了母亲，那是多亏了丽奈一直在身边鼓励，他才挺过来。菊莎非常意，他还想再追问时，舒里亚突然出现在了门口。阿成想要追出去解释，却被菊莎拦住，表示由自己解释比较好。随着菊莎追出门去，另一边的丽奈依旧死死盯着监控，于是立马安排了舒里亚去家里捉好。只是他不知道的是，舒里亚其实就是菊莎的盟友，那个被他杀害的钢琴老师的妹妹。当年钢琴老师被杀后，舒里亚一度以为凶手就是杏和子，杏和子饶幸活下来后才告诉他，真凶是丽奈。从此两人就结为了复仇者联盟。舒里亚化身成网红，打入了丽奈的闺蜜圈，而菊莎则伪装成保姆，混入了丽奈的家里。两人里应外合，共同向丽奈复仇。舒里亚从丽奈的家里出来后，丽奈立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。舒里亚说菊莎和阿成之间什么也没有，菊莎今天不舒服，阿成只是让她在家里休息而已。然而向来多疑的丽奈根本不相信舒里亚的话，于是他挂了电话后继续看家里的监控。菊莎正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阿成却突然拉住了她，这一举动让两人同时愣住。对不起，菊莎紧张的不敢直视，她慌忙转身拿东西，不料包里的一个粉色水杯被甩了出来，阿成蹲下身为她捡了起来。看到这一幕的丽奈总觉得十分眼熟，高中时阿成也是这样帮杏和子捡水杯的，两人现在的神态和那时建平一模一样，再加上菊莎之前露出的种种的破绽，这不得不让丽奈对此感到怀疑。此刻的她再也坐不住，丽奈连夜返程回家。回到家后，她并不着急现身，而是趴在窗户上观察菊莎和阿。只见阿成在厨房里泡咖啡，他问菊莎要不要也来一杯，菊莎却说自己更习惯喝自制的蜂蜜姜茶。听到这的阿成不由得再次想起了杏和子，他也喜欢蜂蜜姜茶，而月莲水杯也和菊莎是同款。阿成怎么看都觉得菊莎和杏和子太相像了，他其实对杏和子一直心存愧疚。当初杏和子父亲出事，他没有及时安慰他，之后轮到杏和子，他连保护对方都没能做到。菊莎听着阿成这番发自肺腑的话，情不自禁的泪如雨下。曾经的恋人就在眼前，可他们早已不是当初了。丽奈看着两人拉丝的眼神气得发疯，立刻弄出动静打断两人的深情对视。菊莎下班回到家后想了很久，最终她向舒里亚坦白自己无法利用阿成向丽奈复委，她发现自己还喜欢着阿成。舒里亚闻言并没有指责她，人非草木敦能无情，既然如此，只能再次改变复仇计划。菊莎下班后，丽奈才回家，阿成对她提前结束工作感到很意外。丽奈笑眯眯地说同事受伤了，所以就回来了。回到房间后，丽奈拿出那张14年前和菊莎的合影，露出了诡异又饱含杀意的招牌微笑。第二天菊莎来上班，意外发现丽奈已经回来，她本想借口请假一段时间，不料丽奈竟问她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让菊莎顿时感到一惊。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丽奈便起身拉起了窗帘。在菊莎震惊的目光中，丽奈突然拿起一把剪刀指向了菊莎。女人震惊地发现，曾经被她搞得家破人亡的闺蜜竟然改头换面，跑到自己家里做起了保姆。丽奈其实早就对菊莎产生怀疑了，但却一直没有证据。如今眼看对方趁自己不在想要偷家，丽奈哪里还坐得住，当即就要杀害自己的孩子来嫁祸菊莎。好在菊莎反应迅速，及时保护了孩子，这才让丽奈没有的避。菊莎抱着孩子说，如果丽奈不信任她可以立马辞职，但是她恳请丽奈一定要好好照顾孩子。丽奈盯着她一言不发，眼底透露出一股不屑。菊莎把育儿日志交给丽奈，丽奈却冷笑着撕毁了育儿木质。她嘲讽菊莎没资格对她指手画脚，孩子是她和阿成的爱情结晶，用不着菊莎多管闲事。菊莎开始持续输出，不断指责丽奈没有做母亲的担当，孩子对她而言只不过是绑住阿成的手段。这些话激怒了丽奈，她开始歇斯底里怒吼，接着便拿起剪刀再次走向了菊莎。关键时刻，阿成突然回来，丽奈秒变戏精，扔下剪刀开始表演。她诬陷菊莎想伤害孩子，自己是为了保护孩子才拿剪刀的，还是要报警抓菊莎。没想到阿成却说他已经知道了丽奈的所作所为。丽奈有些慌了，不理解阿成在说什么，还想进行狡辩。一旁的菊莎开始补刀，说是丽奈至今为止犯下的罪行。原来昨晚菊莎和舒里亚商量后，已经向阿成坦自了一切。他们把阿成约到家里，将丽奈的罪行和他们的复仇计划和盘托出。菊莎先是让他看了那段丽奈自述杀害菊莎的爸爸和钢琴老师的视频，接着又将自己遭遇陷害
假死脱身的经过一并告知。看着昔日的恋人，阿成整个人都惊呆了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妻子竟然如此丧心病狂。菊莎说他们为了复仇已经等了很久，他们本可以利用阿成向丽奈复仇，让丽奈感受深入地狱的痛苦，但考虑到这么做会让无辜的孩子被贴上杀人犯女儿的标签，菊莎实在无法下手。现在他们将证据交给阿成，由他来为这件事做个了结。既然说开了，菊莎也不装了，她拉开衣襟，露出14年前丽奈留下的伤痕，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。丽奈推开菊莎，继续狡辩，哀求阿成相信自己。然而阿成却拿出那个 U 盘，让丽奈赶紧自首。丽奈还不死心，冲到孩子身边疯狂卖惨，企图让阿成再次心软。然而事到如今，阿成怎么可能还相信他？之前他不止一次想着孩子能唤醒丽奈的母性，可实际上却是自己的一厢情愿。眼见阿成心意已决，丽奈开始破罐子破摔，她不再隐藏自己的本性，开始疯狂大笑。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丽奈突然捡起地上的剪刀，再次袭击了菊莎。好在舒里亚及时出现，这才阻止了悲剧的发生。阿成安抚好丽奈之后，收走了她的手机，本想将其当作证据，连同 U 盘一起交给警方。就在他准备和律师商量好后，带丽奈去自首的时候，没想到对方竟趁他打电话的间隙跳窗逃跑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顺走了 U 盘和手机。这一刻局势再次逆转。在路上，黑川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，阿成告诉他丽奈拿着 U 盘逃跑了。黑川立即表示揭露丽奈的所有罪行。两人在车里会面，结果阿成喝了黑川递过来的咖啡后竟睡了过去。原来黑川是受丽奈指使来带走阿成的。与此同时，菊莎也接到了丽奈的电话，对方声称要把菊莎父亲死亡的真相告诉他，但条件是菊莎必须单独前来。菊莎这14年来只渴望了解父亲被害的真相，于是他瞒着舒里亚独自去赴约。然而等他来到约定地点后，却没见到丽奈，反而迎面碰上手持铁锤的黑川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丽奈的谋划，既可以除掉菊莎这个麻烦，又可以将罪名转嫁到黑川身上。危急时刻，阿成出现把黑川拦下了。原来阿成早就对黑川心生怀疑，所以之前他并没有上黑川的当。他假装昏睡，暗中听见了丽奈要黑川杀了菊莎的计划。眼见计划失败，黑川仓皇逃跑，殊不知丽奈很快便会让他下线。另一边的舒里亚在家看孩子，只是拿着奶瓶的功夫，丽奈就偷偷溜进了家里。舒里亚见状质问他为什么要杀了自己的哥哥，丽奈却轻描淡写地说自己早已忘记，毕竟那已经是14年前的事了。相比于这件事，他觉得手里的 U 盘对舒里亚而言更重要。愤怒的舒里亚冲上前去抢 U 盘，结果却被丽奈瞬间捅了腰子。看着舒里亚痛苦挣扎，丽奈突然兴奋地回忆起了杀害他哥哥的原因，那就是多管闲事惹到了他。听到这个答案，舒里亚内心充满了愤怒，他艰难地爬向剪刀，结果被丽奈狠狠地踩了一脚，紧接着丽奈又朝着他的背部补了一刀。而此时阿成与菊莎正在聊天，还不知道家被丽奈偷了。直到丽奈经纪人打来电话，说是看到舒里亚满身是血的倒在家里，两人这才后知后觉。好在救助及时，这才让舒里亚保住了性命。等两人赶到医院时，舒里亚已经清醒。而黑川这边，自从刺杀菊莎计划失败后，便逃回了办公室，本想立刻逃往国外，不料被丽奈逮个正着。他不允许父亲抛弃自己独自逃跑。随着丽奈一步步逼近，黑川最终还是在恐惧以及悔恨中下线了。很快，阿成就接到了黑川下线的消息，他担心丽奈很可能还会继续杀人，表示必须尽快找到并阻止丽奈。菊莎问他要如何找到丽奈，阿成表示丽奈一定还在附近。就在菊莎疑惑他怎么知道的时候，没想到阿成却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，其实他的母亲是他请求丽奈杀掉的，那也是丽奈第一次杀人。他觉得那一次或许就是丽奈成为杀人魔的开端，只因男孩的妈妈经常虐待男孩，女孩便心生杀意，跑去男孩家中杀了男孩妈妈。那是丽奈第一次杀人，虽然当时的她还小，但却已经拥有非凡的心理素质。自从丽奈手刃生父，拿着重要证据逃跑后，阿成怀疑丽奈很可能躲在他们小时候第一次遇见的游乐场，可到那才发现是自己想多了。小时候的阿成很孤僻，其他的小朋友都不愿意接近他。后来他在这附近发现了刚搬来的丽奈，起初两人并不熟悉，可随着逐渐交流，他们发现彼此的日子并不比自己好过，于是两个悲惨的小孩就此成了憨憨相惜的好朋友。时间久了，丽奈竟喜欢上了阿成。那天丽奈趁阿成不注意亲了他，还没等阿成做出反应，没想到这一幕刚好被他妈妈看见，对方不仅讽刺了丽奈，还当场带走了阿成。这一刻，丽奈第一次对人类产生杀意。几天后，丽娜以致歉为由，拿着礼物来到阿成家，骗阿成妈妈开了门，然后趁其不备送对方领了盒饭。杀了人后，
他往书包里藏好罪证，仓皇逃跑。这一幕恰好被回家的阿成撞见。回到家里后，看着趴在地上的尸体，阿成这才意识到丽奈杀了他的妈妈。可当警察上门调查，询问阿成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的时候，阿成却撒了谎，他没有揭穿丽奈犯下的罪行，反而将其当成了唯一的依靠。长大后更是顺利结婚，成为一家人。后来，阿成意外发现了丽奈的社交小号，小号的昵称是阿成妈妈的继母。丽奈从第一次杀人之后就开始伪装，她不敢对任何人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只敢将内心脆弱的一面记录在这个小号里。阿成一直在监视着这个小号的动态，观察丽奈的心理变化。他本以为丽奈会慢慢的改变，可事实却是对方从未停止过杀戮。就在这时，丽奈突然发了一条动态，动态里是一张破旧的钢琴。两人一看，立马猜到了丽奈的所在。而此时的丽奈正带着孩子在教室里发呆，孩子哭声突然打破了平静。丽奈气得抱起孩子想扔下楼，但最后还是不忍心，又把他放回去。冷静下来后，他开始弹起了钢琴，弹着弹着，他不由得反思起了自己。可经过2秒半后，他又立刻变脸。这时菊莎和阿成正好赶来了，丽奈再次露出她标志的笑容。丽奈看到阿成很开心，她以为阿成能来钢琴教室找她，是因为钢琴教室曾经是2人定情的地方。可是阿成却告诉丽奈，自己是看了他小号上发的照片后找过来的。一旁的菊莎劝丽奈去自首，可丽奈却突然开始煽情，回忆起和菊莎美好的高中生活。就在菊莎又陷入美好回忆时，丽奈突然拿起剪刀，幸好阿成看破丽奈的演技，一把抓住了她。眼见丽奈至今不肯面对菊莎，阿成终于说出了菊莎父亲被害的真相。当年菊莎的父亲和同事一起调查阿成妈妈的命案，丽奈发现后担心真相暴露会被阿成知道，于是便杀了菊莎的父亲和同事，之后又把杀人的罪名嫁祸给菊莎的爸爸。丽奈狡辩说自己这么做都是为了能和阿成在一起，杀掉菊莎爸爸也是别无选择，即便再来一次，他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再杀一次。至于菊莎，他就是单纯想让菊莎痛苦，因为对方当时差点抢走了阿成，所以丽奈在杀害钢琴老师后就立马想到了让菊莎来当他的替罪羊。菊莎愤怒的上前掐住了丽奈，然而废物就是废物，对于菊莎的反应，丽奈丝毫不慌，只是轻轻推了一下，菊莎就飞出老远。说完，丽奈转身又拿起了剪刀。这一刻，菊莎仿佛又回到了14年前，吓得她开始四处躲闪，完全没有殊死一搏的想法。2个人你追我赶了半天，最终还是阿成主动扑上来送人头。眼见阿成倒地不起，菊莎想叫救护车，然而阿成却阻止了他。他想以这种方式替丽奈赎罪，要不是因为自己，丽奈也许就不会走上杀人魔的道路。是自己的放任导致丽奈不断的犯错。临死前，阿成将孩子托付给了菊莎。至于丽奈最终亲手杀死了自己最爱的人。菊莎看着丽奈生不如死的样子，她感觉自己的复仇应该算是成功了，但是心里却一点都不觉得痛快。此刻的菊莎还没有原谅丽奈，她让丽奈好好的活着赎罪，既是为了死去的阿成，也是为了活着的孩子。听到孩子，丽奈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她爬到孩子面前，看着这个有点像阿成的女儿，突然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。随着丽奈的自首，这段复仇也算是落下了幕。菊莎领养了丽奈和阿成的孩子，舒里亚解散了复仇者联盟，最后2人当面互删了所有联系方式，决定不再联系，只求各自安好。几年后，丽奈在监狱里似乎已经洗心革面，看到虫子也不会有杀生的念头。然而镜头一转，丽奈的女儿却继承了丽奈的怪物基因。菊莎发现苗头后想要感化纠正，丽奈女儿嘴上答应，转头却翻起了白眼，并露出了和他妈如出一辙的诡异微笑。